小敏，不要再找我了，聂同志。小敏，我哪里做的不对了？你说。下乡是来完成任务的，我不想掺杂过多情感。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那我知道了，别忘了今晚到你山林值班，你一个人多留点神。知道了。今天不是我值班吗？灯怎么亮着？同志，醒醒！大家快点！男女一定在屋里，孤男寡女，简直败坏知青作风。陆明征，你干的好事儿！怎么只有你？我明明……明明什么？我听说祝小敏也在。喝完酒你就走了，大半夜带人砸门，耍什么酒疯？听风就是雨，明天交份深刻检查。走走走。他从外面回来就是证据，去知青店门口堵他。朱小敏，朱小敏，开门！你们干什么？祝小敏呢？在睡觉。敲这么半天，睡得着？让他起来，还说他根本就不在。你们找我？刚才起来上厕所，看见村口一堆火把，过去看了看。谷书记，他听了几句谣言就大张旗鼓的抓人，这合适吗？聂一帆，你现在跟我回大队部。散了散了，都管好自己的嘴，别再有这种事儿发生，都回去吧。厕所、村口看热闹，你鞋上全是黄泥。先去睡吧。你怎么在这儿？我来买东西，你要去干什么？回城指标批下来了，去镇上办手续。什么时候到的？昨天傍晚刚通知。原来如此，只要陆明征背了处分，指标就会慎言给聂一飞。昨晚没成，他这2天可能还会再次下手。这指标今天不能去办，我刚好要去趟城里买东西。正好顺路，上车再说。你，等等。你的？供销社又有几十条一样的。但这是女生用的，是在小屋找到的。有人陷害我有不正之风。既然你识破了，就该带着指标快点走。你在赶我走？觉得我会有危险吗？因为昨晚他没能毁了你，今天一定会想尽办法搞砸你的指标。雨小了，既然盯上了我，今天确实不安全。先回去，看他还能玩什么花样。民政，直说了，回城指标能不能卖我？出个价。我就是不回城，也不搭理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塞你行李箱里举报你。这次看你怎么回城。
我们收到举报，陆明征私藏禁书，是不是诬告？查了就知道。思想问题不能放过。宗主任，陆明征马上回城，这8成是诬告。是不是诬告？查了就知道。青春之歌什么时候成禁书了？我们去年才组织阅读过。怎么会？你明明放进去一本禁书，是不是？没有这回事儿。而且小敏，我是你男朋友，你帮着谁说话？帮理不帮亲，不行吗？聂志清，怎么回事？我明明看到。你看错了。聂一飞夜闯小屋捉情，举报搜查禁书，短时间造谣陆明征2次，动机一定不简单。他昨天私下找过我，要买我的回程指标，被我拒绝了。你是看上了陆知清的回程指标？聂一飞的行为令人作呕，请明察。从今天起，我与他分手，他做的任何事与我无关。我没放禁书，是别人造谣，没证据不能冤枉我。分手可以，把我花在你身上的钱还了。雪花膏3块5，手机2块，糕点5块，总共68块3毛5。聂一飞，你真够不要脸的！这点钱我替小米还。聂一飞，既然你这么爱记账，那咱们就一笔笔对清楚。你身上那件新棉袄用了我3斤棉花票，2张平布票，16块。72年2月，你写信说你妈病了，我给了你10块钱现金。我把家里寄来的2罐麦乳精给了你，供销社7块5一罐，2罐15块。还有这大半年来，你嫌食堂粗粮辣嗓子，我每个月匀给你5斤细粮，算你10块钱。哟，聂一飞，闹了半天，你是靠女同志接济？你这是讹人！你有什么证据？道歉16块6毛5，聂一飞，拿钱或者滚出我的视线。小米回来了，换了些鸡蛋。陆知清的送别会真有排场。有肉有蛋，和过年。敬明征，敬明征，以后长点心，别再让人算计。是说书的事儿吧？谢申成，你想说什么直接？难道举报的不是你？你有什么证据？算了，都过去了，就当是误会吧。时候不早了，明天明征回城。你在干什么？陆明征，你吓死我了！你不会是在送我吧？谁要送你？那天晚上确实是你，对不对？什么是我？你神经病！这个你认不认识？你这个变态！我要举报你！这是你的，对不对？你有什么根据？那天你去镇上，是不是去买这个的？因为你丢了一条。陆明征，你真变态！所以，就是你。陆明征。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不说？你不知道我有对象。你们分手了。如果是你，我会负责，我可以不走。没猜错的话，箱子里的青春之歌也是你换的，对不对？你在说什么？还给你。不是我的。你快走吧，拖拉机要走了。那你替我还给大队借出点，里面夹着我证件照当书签，别弄丢。这一世，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理想人永远是年轻。你在唱什么？一首歌而已。你听听你唱的词，被别人听到会被说的。那你再去举报吧。小敏，我是在保护你。谢了，不用。我会改，我们一直好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不，狗永远也改不了吃屎。小敏，陆明征已经走了，你把这件事忘了好不好？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聂一飞，你够了！站住！让开！把书交出来！凭什么？防止夹带违禁物。陆明征留下的东西必须过我这关。聂一飞，
昨天欢送会上大家都见过这书，那只是表面，谁知道里面藏了什么？这是公开发行的书，你想干什么？我是为集体负责。别理他。聂一飞，你屡次拿纪律刑私冤！人！大家看，陆明征的照片。朱小敏，你敢说你和陆明征清白？这是陆明征委托我还给大队借书点的，我从拿到书到现在根本没翻过。那照片怎么在里面？当然是陆明征放进去忘记拿出来的。这是当书签用的。聂一飞，你前几次诬告都落空了。你到底为集体还是为分手报复？我为理想。狗屁嘞！他能有这大志气？光看他那恋爱账单的事儿吧。能挡一次两次，挡得住一辈子。他已经不是争指标，是要毁我一生。谣言压下了，但眼下活命比争吵更急。油也快见底了，这年怎么过？都过来，商量过年的事儿。听点儿，有信。肉票，还有邮票，把补贴的票都寄来了。是陆明征的，他说已经上班了，知道咱们缺肉，把每月补贴的票都寄来了，每月都有补贴啊。5斤肉票还能挣油，这下能过个像样的年了。肉票换肥肉，炼油炸油膏，再换几只鸡，弄点羊肉，但好像还是不够过冬。林子里野鸡没处觅食，咱们能不能套几只？小敏，这会犯错误吧？东林危险，司部还可能找到我们，总比饿着强。一旦出事，全点受牵连。你别去冒险，我去跑腿，用票换边角肉，拖去公社的人留意副食品，公开记账，避免内耗。陆明征寄来的只是喘息，不是出路。年后口粮可能再紧，请做好准备。年后更紧，必须找到更长远的路。幸亏陆明征的票证解了燃眉之急，好歹能过个像样年。肉油做2道硬菜，剩下熬油渣拌菜，提士气还顶饿。小敏这脑子真行，一副施舍者的嘴脸。你有本事自己带肉票来，陆明征收买人心，你们就这么敢接？你呢？买鸡蛋自己吃还要我还钱？以后能招工回城就好了，回城也得有活路，不能啃家里。城里门路多，总比这里强。咱们踏实干活，总有机会。聂一飞家里条件好，巧梅条件再好，人不行就是不行。快过年了，说点高兴的。给你的，帮我留意朱小敏跟谁走得近，谁给她递话。你也不想一辈子窝在这儿吧？我试试。磨盘借到了，回头能磨豆腐。再换点年货，今年能过好了。咱们快走，小敏怎么了？快回去。他盯上我了。来，今年能吃上这顿，全靠大家。干杯！有些人真会装，靠男人计票买肉，还装清高。聂一飞，你别太过分了。走就走，别回来！谢谢小敏姐姐。小敏妹子，过年好啊！听说你和聂知青分了？钱大哥自重。小妹子，跟着我，保你吃香喝辣。让开！小敏，钱秃子，光天化日你想干什么？谢队长，我就和小敏妹子说说话。我会去质保主任那儿登记起今天的事。你也看见了，给我做个证。
看见了。行，算你们狠。以后别单独出来。谢谢。今天的事必须写成书面情况。我来写。那王八蛋，早晚得收拾他。兔子，听说你被登记了，登记了，口粮、劳役都得受影响。要不你去找那位大哥，是我。刚才太吓人了，看不见了。别只怕，要让组织知道。我去找谢队长。谢队长，钱秃子从拜年就跟着我们，得上报。走，找治保主任。说什么时候、哪里？他说了什么？初一上午，村东头到河边，他说我和聂一峰分手了，要给我介绍对象。他一直挤在小敏身边，我们拐进李奶奶家，他还追出来。傍晚让民兵在你们点外转一圈，给他个警告。麻烦了。过完年粮食见底了，得盘盘账。每人每天不到1斤，农闲还行，省着点熬呗，还能咋办？不能只熬，得自救。院里分区种菜，围墙角种豆，搭鸡窝养5只鸡，鸡蛋换粗粮。队里让养吗？所以要问。关键是公开账集体管，先试点，榜上抓理想促生产的口径。得和满仓叔说清楚。今晚就去。镇上最近查经济垄断苗头，咱们得小心。果然如此。小敏，这么晚有事儿？书记，这是我们的试点申请，想请您过目。明早生产会你当众说。好。今年春荒怎么过？各队报一报。都哑巴了。书记，我们知青点算过账，32人，存粮撑到4月中，缺口约200斤。缺口谁不知道？你有办法？院内试种豆类、倭瓜，养5只鸡，账目公开，只自救。账册呢？样本在这儿，每笔进出都记，月底公示。行，院里试种，限养5只鸡，不得张扬。陆明征走了，文字工作得有人接。聂一飞也读过书，跑关系更方便。我来写也行，拿本事说话。刚才会议要点和行动表，您过目。就你先顶上。朱知青，别学经济垄断那一套。钱主任，试点在院内，集体所有，为保劳动力，不违政策。年轻人激进，早晚犯错误。哼，你们留一下。你敢不敢把院内自救和造林优化写成计划书，能上交的那种？书记，写得好能救1队人的命，写不好你先挨刀。我写。书记，镇上怎么说？回函下来了，不许集体扩张养鸡养羊，不许对外交易，这不是把路都堵死了？都是祝小敏太出头，把我们都连累了。聂一飞，你说清楚，怎么连累你了？你那计划书写的天花乱坠，现在好了，镇里盯上我们了。聂一飞，你闭嘴！当初开会你也同意的。你还真是端碗吃饭，放碗骂娘。现在出了事，就说是我连累你。行了，都别吵了。镇里虽然卡了养殖，但默认院内自救，还鼓励在造林任务内优化树种。叔，您的意思是？果树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这木料怎么少了几根？这不是我们知青点的烟。谢承志，祝小敏，我找你们有事儿。最近钱秃子在村口打听，问谁常去大队部写材料，什么时候走哪条道。你们小心点，尤其是小敏，别一个人走夜路。主任放心，我会注意的。
承志，既然养殖不行，我们就换条路，果树造林。对啊，镇里不是说鼓励优化树种吗？我明天去找谷书记，把方案重新写一遍。好，我支持你。谢承志，水渠塌了，跟我走。可是人命关天，民兵岔路口接他。没事，我走大路。钱秃子，让开！写材料写的挺能耐啊。我是公事。有人说了，你写的越多越碍眼。谁在那儿？是我，祝小敏。你怎么了？有人拦我，我先去大队部。小敏，你这是？小娟姐，帮我倒杯水。书记，情况说明，请签收备案。发生什么事了？钱秃子又来了，这次必须严办。登记护送巡逻升级为正式制度，张贴公示。这事不能再拖，我马上安排。小娟，去治保备案，把制度贴出去。好的，书记。钱秃子说有人让他盯我，我会从他的关系网查起。果树示众，原则同意了。真的？下回让你连笔都拿不了。长得不错，每天计清数量，鸡蛋归队里，菜苗按规矩分，咱不怕，就按规矩办。是蚜虫，刚出的，得赶在扩散前处理。用石灰水还是烟草水？材料是全队的护身符，不能出半点差错。祝知青，这苗子壮实。进来。谷书记，县里农业交流会继续一份材料样本。陆知青，你这是？我来取祝小敏同志写的计划与数据。小敏，材料准备好了。在这儿。那晚的事我都知道了，我们得把话说清楚，但先把这份材料保住。给。有几处数据需要核对。交流会要紧，材料得准确。你跟陆知青进屋把数据对清楚。县里交流会材料今天必须定稿，试点示范材料写不好，咱们又要被骂了。祝知青，这份计划书你必须顶上。书记放心。那行，你们俩把口径对好，我去找老黄商量盖章的事儿。守林小屋那晚，是你。都说不是了。我没认错，那件衣服、那本书都是证据。所以呢，你要来负责。我会娶你。陆明征，你以为这是担当？这只是你感动你自己。我要的是活路和清白，不是责任婚姻。材料是全队护身符。我不会让任何情绪毁了它。开始吧，把增收改成抓理想促生产。养殖部分写成通过养殖进行防疫实验。集体台账。果树造林，助绿化做主线，淡化经济收益。这是去年的，给你添件衣裳。我不能要，票证一律走公账。你把票交给谷书记登记。好。书记，红泥盒拿来了。先把材料送出去。材料弄好了？明天陆知青带走。别走林子，绕大路。我知道。我陪你们一起走。
老子就不信弄不到手。我送你们到岔路口，不用麻烦，顺路。哟，祝知青，今晚还去大队部？不去。钱秃子，祝小敏是试点材料负责人，今晚要交账本归档，破坏试点就是破坏生产，质保这2天要清查闲散人。我走，我走。有人说你爱往林子里钻，嘿嘿嘿，我也爱钻小树林。吴书记，女知青安全和试点材料保密的事得说。钱秃子最近老在路上晃，今天又堵人。钱秃子总在供销店和湾一带卡点出现。县里制度，外出登记、夜间护送，柴棚死角也得巡，抓现行比传话稳，先不空。明征难得回来，大家热闹一下。回城干部摆排场，有人攀附。聂一飞，你说的对，交流会补助加个人补贴，按人头分，交会计入账，明争大气。陆明征临走好像跟你说让你考虑一下，考虑什么事儿？还能是什么？写材料呗。材料不是写完了？陆明征在城里有门路，小敏这是搭上线了。材料是按古书记要求写的，他帮忙是因为熟悉流程。我也是替你担心，女孩子名声要紧，她都走了还这么……巧梅，你这话不对。她给粮票是念着情分，情分还不是想收买人心？可聂一飞当初也……聂一飞是被大家排挤才心里不舒服，他哪有陆明征那么多心眼儿？你怎么处处帮聂一飞说话？挑拨集体的是他，故告禁书的也是他。我就是觉得大家对他太苛刻了。巧梅，我问你一句。什么？今晚我和陆明征去哪儿，走哪条路，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猜的，你们不就是去大队部？泄露行踪不是作风问题，是安全问题。试点方案还没公开，谁乱传谁就是害全队。我困了，睡吧。这知青点今晚挺热闹，听说城里来人了，送了不少票。没证据，不能乱动。通知：明早8点全体社员大队部开会，宣读县里文件。听说有人写了检举信。安静。宣读县里批复：北山林场第1生产大队列为增收试点，以果树枣林为主，允许开展小规模庭院养殖与饲料试验，前提是不影响主业集体管理，账目公开，防疫到位。县里点名表扬，说计划书数据扎实。祝知青说说接下来怎么干。第一，建立台账，所有票证物资统一入账。第二，分工到组，责任到人。第三，对外口径统一，私下承诺一律无效。喂，是，好，我们配合。县里收到匿名检举信，下周派人核查账目。让他们查，账目清楚，怕什么？朱姐，听说你写计划书的，太厉害了。先安顿好，晚上开会讲纪律。朱姐，你怕不怕上面来查？怕什么？账目清楚，程序合规。我听人说，试点最怕2把刀，一把是作风，一把是走资。你听谁说的？路上听来的，不知真假。美军，别乱传话。我就是提醒朱姐小心。今天给大家介绍，这2位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同志。赵正同志负责养殖，孟子浩同志果树秘制改良。试点分3步：育苗、防疫、饲料配比。果树这边台账、消毒、封存是核查关键。陆知青，喝水。小敏姐，陆知青平时喜欢吃什么？工作重要，纪律第一。
试点小组今天正式成立，统筹与材料负责人祝小敏，方案原始文本、数据都在他手里，他必须全程在场。我可以帮忙抄台账。好，多个人手也好。别动！上面写着今晚后山单走。谁给你的？有人给唐票让我送，不许说。唐票哪来的？知青点公账发的那批。带他去大队部做笔录，按手印。知青身份特殊，不能贸然指控，先把证物锁死，再查票证流向。内鬼在账与票的环节动手了，下一轮会更凶险。编号查过了，确实是上个月知青点公账发下去的那批唐票里的。书记，不能武，内鬼不除，副业项目随时被从内部捣毁。你打算怎么查？直接搜？唐票是分发到个人的，只要核对每个人手里的票证编号，谁少的那几张刚好对上物证，谁就是内鬼。这法子稳妥。今晚我借口核对下个月口粮，召开全体会，当众查。陆大哥，看图纸辛苦了，喝点绿豆汤解解暑吧，我放了冰糖的。不用，谢谢。这可是我特意为你熬的，别人都没有呢。石知青，第一，我不爱喝甜的；第二，这里是工作区，请不要打扰专家看图。核对完台账了。核对了，不过今晚还需要陆同志配合看一出好戏。脚户被抓了，你到底把唐票给他没？给了呀，你不是说只要把小敏的行踪递出去，给我弄回成名额吗？蠢货，质保主任肯定拿到唐票了。今晚祝小米突然说要开会核对票证，肯定是冲着这事儿来的。那怎么办？要是查出少的是我的唐票，我就完了。慌什么？等会儿不管他怎么问，你就咬死唐票是不小心弄丢了，千万别把我供出来，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回城。今天开会主要是为了下个月的口粮统筹，大家把上个月发的糖票、肉票都拿出来登个记。糖票不是个人支配吗？怎么还要查？因为有人拿集体的糖票去雇村里的地痞流氓，泄露我们女知青的行踪。这是质保主任今天截获的证物，编号0457到0459。现在请大家报数。我的是0460到0462，都在这儿。我的也对得上。我的也对得上。我的也对得上。巧梅，你的糖票呢？我前2天去镇上，不小心弄丢了。丢东西很正常，祝小敏，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随便怀疑别人。我问他，你急什么？教夫已经招了，交接糖票的不是女的，是个穿蓝布褂子的秃头男。聂一飞，你不是说你找的是个可靠的亲戚吗？好啊，你个王八蛋，居然勾结钱秃子那种人！张小梅，你血口喷人，大家别信他，是他嫉妒祝小米自己干的，想栽赃给我。是你用回城名额骗我，让我交出糖票当跑腿费，还让我盯着小米的行踪。聂一飞，你那件蓝布褂子袖口还沾着昨晚翻墙的泥巴，要不要现在拿出来让质保主任验验？聂一飞，跟我走一趟吧。至于你张巧梅，明天自己去大队部写检讨，知青点所有公账校账的工作，你以后不用碰了。组长，您看这边大搞什么果树养殖，名为副业，实为享乐，还有群众写匿名信说他们账目不清，合不合规查了账再说。把你们那个负责人祝小米叫来。领导好，账册都在这儿。这账是你做的？是的，不仅是财务账，旁边还有我们西北农大专家的防疫袋账和土壤改良实验数据。领导，我们是用科学的方法抓理想促生产，通过养鸡堆肥为果树提供肥料，形成生态循环，所有产出第一优先上交国家。可有人举报他们中饱私囊。钱主任，账目一清二白，何来中饱私囊？相反，写匿名信的人昨晚刚因为涉嫌勾结村痞破坏集体生产，
被知报请去配合调查了。捕风捉影，瞎胡闹！不仅没问题，这本台账还可以，作为全县知青点的模范去推广。多谢领导肯定。是我调查不干得漂亮。别以为只有你们城里来的专家会做表格。那个祝知青可不简单，刚踹了聂知青，转头就扒上了那个城里来的陆干部，天天晚上两人在大队部关着门，不知道干啥呢。真的假的？看他平时挺正派的。我家秃子亲眼看见的，两人在林子里拉拉扯扯。这女的也就是靠这张脸骗点回城的机会。大娘，你们别这么说祝姐，她虽然脾气大点，但工作还是努力的。陆大哥帮她也是为了公事啊，就算走得近了些，那也是人之常情。你看，连新来的女知青都看出来了，这还能有假？祝姐，村里那些大娘说话太难听了，非说你和陆大哥有不正当关系。我都替你解释了，可他们就是不听。这些人怎么嚼舌根子？你怎么解释的？你说你们只是工作走得近，没别的。祝姐，你怎么好心当成驴肝肺啊？石美君，收起你那套挑拨离间的小把戏。你是去灭火的，还是去浇油的？你自己心里清楚。别在我面前演戏，我的名声靠的是我给大队争来的口粮和政策，不是靠别人的嘴。你想靠耍心眼贴上陆明征，那是你的事儿，但别拿我当垫脚石，否则张巧梅和聂一飞就是你的下场。村里的流言我听说了，明天开大会，我会当众宣布我们在处对象，让他们闭嘴。不行。为什么？你就这么急于和我撇清关系？难道名声被毁你也不在乎？我在乎，但如果靠你宣布关系来平息流言，那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靠男人上位的附属品。陆明征，我要靠我自己站直了。这边的树坑再挖深半尺，底肥一定要铺匀。小敏，鸡棚那边也打好了，第一批50只鸡仔下午就到。好，加强夜间巡逻。果林和鸡棚现在是大队的命根子。让你们种，老子全给你拔了！抓住他！滚开！谁敢过来，老子捅死谁！臭婊子，我先弄死你！再动一下，我废了你这条胳膊！你的手没事，一点皮外伤。什么没事儿？流了这么多血，快跟我回大队部包扎。伤口挺深，别碰水，过几天来换药。谢谢大夫，你太莽撞了，就算要抓他，不该赤手空拳去挡刀。当时没想那么多，看到他拿刀冲向你，身体比脑子快。陆明征，我不值得你搭上命。你回城大有前途，没必要在这儿因为所谓的责任跟我绑在一起。你放开我！朱小敏，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明白什么？我留下帮你，我为你挡刀，从来不是因为见鬼的责任。但这几个月，把整个知青点和生产队扛起来，看着你面对鸣枪案件从不退缩，我才发现，我不想只当那个被你推开的包袱，我想当能和你并肩站在一起的战友。不是负责，是我想站在你身边。药包好了，早点回去歇着吧。没天理啊！知青打人了，赔钱！不赔钱这事儿没完！我家秃子就是半夜路过林子。钱二婶，你讲点理！凭什么被你们打得头破流还抓走？他拿刀要杀人！那不是没杀成吗？我不管，肯定是朱小敏这个小妖精勾引我家秃子在先。赔钱！不赔钱这事儿没完。钱二婶，既然你想算账，那咱们就好好算算。钱秃子持刀破坏的果林是县里挂牌的重点农业试点，破坏试点
等同于破坏国家集体财产。这在刑法上叫破坏生产经营罪，起步就是3年。第二，他持刀蓄意伤人，数罪并罚，足够他去大西北农场劳改10年。你少吓唬人！我吓唬你？公社派出所的同志马上就到。你说他路过，包庇罪和伪证罪，你也一块进去陪他吧。不，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是秃子自己犯浑，跟我们老钱家没关系啊！小敏，还是你有办法。乡亲们，果林和鸡棚是大家年底分粮的指望，谁敢动大队的饭碗，我祝小敏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土壤肥力还是不够。镇上的化肥指标批不下来，全被公社截留了。没有化肥，我们就自己造。鸡粪、秸秆、树叶，我们可以搞沼气池和高温堆肥，我们自己造。高温堆肥，这可是个脏活累活，还得天天翻堆测温，知青们能受得了？为了活命，受不了也得受。从明天起，成立堆肥突击队，每天早上5点负责清理鸡舍，混合秸秆沤肥，2两分组，轮班倒。朱姐，不是我们不肯干，是那鸡粪实在太臭了，这天气沤肥还不得生蛆啊？是啊，而且太恶心了。这算多少公分啊？嫌脏嫌臭，粮食长在地里就是靠这些脏东西喂出来的。至于公分，按最高体力劳动算，1天10个公分。老规矩，不干的可以。年底副业分红，1分没有。我报名，不就是挑大粪吗？老子去年饿肚子的时候，连树皮都啃过。我们也干。既然为了集体，那我也报名吧。不过祝姐，你可是总指挥，总不能只指挥不干活吧？我自然在第一线。明天第1班，我和你搭档。石美君，把那边的秸秆拉过来拌匀。祝姐，我实在反胃，我歇会儿。如果干不了，就退出突击队，这里不养闲人。陆大哥，我来翻，你去测温。你手上有伤，右手能干。战友之间，不就是该互相补位吗？这日子没法过了，天天和屎尿打交道。祝姐是干部，为了在上面挣表现，当然不怕脏。可怜我们被拖着一起受罪。听说这堆肥要是失败了，树死了，咱们的功夫全白费。谁跟你们说堆肥会失败？大家就是担心嘛。65度，高温发酵已经杀死了所有虫卵和病菌。第一批底肥明天就可以下地了。好，这肥力绝不比化肥差，加上鸡群在林子里吃虫，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生态农业。一飞，大队决定剥夺我回城的资格了，我该怎么办？哭有什么用？祝小敏现在春风得意，咱们的仇就这么算了。那还能怎么办？现在全队都听他的。县里马上要搞农业创新技术评比，你帮我做件事儿，只要做成了，我保证带你回城。什么事儿？祝小敏把那些堆肥和饲料的配比数据都记在他那个红皮笔记本里，你去把它给我偷出来。县里的通知，咱们大队的立体生态循环农业被选为典型了。过几天县长亲自来考察，如果评上优，不仅奖1台拖拉机，还能解决2个回城招工指标。有了拖拉机，开荒的速度就能翻倍了。技术总结报告准备好了吗？考察组最看重这个。全在我的红皮本子里，今晚就把详细报告整理出来。小敏，对不起，我只想回城。我就知道狗改不了吃屎。你以为凭聂一飞那种货色，
拿到数据就能当成他的成果去邀功。小敏，我错了，是他逼我的。他说有了这个，他就能翻身，就能带我走。上次念在同寝室的情分，我给了你机会，这一次窃取集体机密，你连留在知青点的资格都没有了。带走，明天报公社，直接开除知青队伍，下放农场改造。聂一飞，你想玩阴的，那我就把你最后的一点希望连根拔起。祝小敏，你来干什么？看我笑话吗？看笑话，我是来给你送行的。昨晚张巧梅已经全招了，你怂恿她偷盗大队核心机密数据，那是她血口喷人，是她自己想偷数据邀功。张巧梅已经签了认罪书和指控书，你不仅破坏生产，还教唆盗窃机密。公社刚下了文件，你的农场改造无限期延长，而且档案里会记上窃取集体财产的重罪。不可能！你们陷害我！陷害你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恶毒毁了你自己。聂一飞，这辈子你就烂在这片泥地里吧，永远别想回头。处理完了，毒瘤拔了，接下来可以专心对付县里考察了。祝小明下手竟然这么狠，不能硬来，我得找个机会在考察团面前压过他。同志们，明天县长亲自来考察，这不仅关系到大队的脸面，更关系到那台拖拉机和2个回城招工指标。明天由祝小敏作为主讲人，负责汇报堆肥和林下养殖的具体数据。谷书记，我进林场前是市里文艺骨干，普通话标准，不如由我来给领导做开场致辞和引导吧。这倒也行，给领导留个好印象。那美军就负责迎宾。迎宾可以，但考察核心是农业技术，我不希望听到任何虚头巴脑的套话。祝姐放心，我心里有数。欢迎县长来指导工作。领导们，欢迎来到林场。在您的指导下，我们克服种种困难，把荒山变成了果园。喊得好没用，得看真本事，别弄虚作假，糊弄上级。行了，小同志，去地里看看。那个负责人祝小敏同志呢？领导们好，我是祝小敏，请领导随我一步试验田。这什么味儿？搞得乌烟瘴气的。我们利用鸡粪、碎秸秆加草木灰，将温度提升到65度以上，不仅杀灭了病虫卵，肥力也不输断工的化肥。第一批肥覆盖了200棵树，成活率40%提升到90%。好，因地制宜，自力更生，这才是实打实的成绩。我不能让他把风头全占了。就算长得好，这成本你们怎么算？耗费了集体的细粮来养鸡，就是占集体便宜。领导，我们饲料绝对节约，鸡吃虫子，还办了野菜康复，细粮都没用。光吃糠与野菜，能长肉吗？瞎糊弄，怎么完成统购？不是的，钱主任，石知青不负责饲养，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发酵池的副产品培育昆虫为主粮，配合粗粮野菜，成本降低，出栏还能缩短不少。好，有文化，有胆识，这全县农业标兵的称号，非你莫属。都是县领导高瞻远瞩，咱们基层才有干劲儿。老钱啊，你说他们坐山享乐，我看是你在办公室太久了，这是科学劳动的典范。县长批评的对，是我思想落后了。我也开口了，怎么风头都是他祝小敏的？领导，前面是即将扩建的2期，请随我来。朱知青，谷书记，不好了，树苗叶子全生斑点打卷了，像是得了什么怪病。刚才说成活率90%，难道为了应付检查，掩盖了病害情况？去看看。这跟我没关系啊，我今天只负责迎宾。技术上全是朱姐操作，是不是把树烧死了？不是烧根，
叶片有4项霉菌。这是下雨加上排水不畅引起的早期双霉病。这病传染极快，果林是不是要保不住了？县长，我看这典型不能轻易树立，风险太大了。陆同志，备用的生石灰和硫磺粉还有多少？还有不少，够配置石硫合剂了。利用现有物资自制喷洒杀菌，同时开挖排水沟，撒草木灰，降低土壤湿度。老钱，农业生产哪有不遇到自然灾害的？要的是处理灾害的能力。北山林场的生态农业走在了全县的前列，经县革委会研究决定，奖励东方红拖拉机1台。为了表彰知青的付出，特批2个正式招工指标，由大队公开公平的评选。真的是回城指标，终于熬到出头之日了。只要拿到名额，就能离开这破烂地方，必须得到它。2个名额，其中1个肯定是小敏的。大队的成绩是他领头干的。话不能这么说，祝姐确实能干，也赚了名声和威望。美君，你这话什么意思？意思是这回城的机会是不是该让给那些老知青啊？比如施文杰你，耗了多少年了？哼，只要把祝小敏架在高风亮节的道德制高点上，孤立她，这名额就有变数。刚去老乡家换的烤红薯，还热着。谢谢。你来找我有事吗？指标下来了，有什么打算？大队评选按公分和贡献，别想搞特殊。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你回了城？回了城，我还是祝小敏。你回去，我就申请调回市里。林场还没完事儿，我也陪你留下。这可是宝贝疙瘩呀！咱这儿没人会开，要去请机耕手吗？不用，要掌握在咱自己这儿。我申请当第1任拖拉机手。这可是铁疙瘩，你能行吗？妇女能顶半边天，还要带出2个徒弟。我在农机站下放过，会开，我来教。踩离合，挂2档，手握紧。慢松离合，慢慢来，感受机器的震动。我能控制。悟性比我想象的还要高。二叔，是我美君，我们这儿分了2个招工指标。那你报上名了吗？被一个叫祝小敏的知青把控了。你不是认识招办李主任吗？我真的受够这里了。行了，别哭了，名单县里有权复核。谢谢二叔，只要能回城，我好好报答您。再能干又怎样？名额是我的。同志们，安静！大会会议将公平、公正、公开地评选出2个回城指标人选。评选标准很简单，看平时的公分和对集体的贡献。大家有什么意见，现在就可以提。谷书记，个别同志虽然贡献大，但已受重用，部分老知青也尽心尽责，该给他们一个机会。石美君，你别道德绑架！小敏带着我们抗灾、堆肥、通宵写材料的时候，你毫无作为，凭什么让别人把指标让出来？谷书记，各位同志，我从不标榜自己有多高尚，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吃饱饭，能挺直腰板做人。指标的评选必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说得好，咱们大队不搞那一套，全凭本事说话。祝小敏公分第1，重大贡献2项；苗诗文公分第2，日常表现优异。我真的选上了。诗文，这是你应得的。祝小敏，你别得意得太早，大队的名单算什么？到了县里
才是真正的决战。二叔，名单上是祝小敏和苗诗文，根本没我。慌什么？谢谢二叔，办成我就彻底翻身了。忙着呢，小祝要回城当工人了，真舍不得呀。大爷，果林已上正轨，您按账上的步骤来做就成。真决定了？回城后怎么打算？去棉厂上班，城里能做的事儿更多。那我呢？你走了，我留林场没意义。我明天就打报告调回市里。你的前途不用围着我转。我的前途就是站在你身边，随时递材料。小敏啊，虽然名单报上去，但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2天镇上公社那边也没个回音，听说县里可能对咱名单微调。微调？按公分和贡献评选的，凭什么微调？都是上面领导的综合考量。综合考量个屁！咱的成绩凭啥被改？我去县里问。书记别急，现在闹会被说不服从安排，等正式文件下来，白纸黑字，看谁在搞鬼。县招工办的文件到了。特批以下2名同志调入市国营棉纺厂正式工作。书记，您快念啊，是谁啊？第1名苗诗文，第2名石美君。小敏是第1，怎么成了石美君？是不是你看错了？石美君连前10都排不上，她凭什么？我真不知道，可能领导觉得我在文艺团待过，适合棉纺厂的宣传工作吧。招的是1线挡车工，需要吃苦耐劳的工人。轮到你这文艺骨干去踩缝纫机了。祝姐，落选了心里不舒服，理解，这是组织的决定，你质疑文件就是质疑组织。副助理写了，鉴于祝小敏同志在大队农业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特将其留在基层，继续深化生态农业试点。干得好就活该被按在泥地里，干得差的反而回城，什么道理？祝姐，上面也是为大队发展着想，能者多劳嘛。石美君，你二叔是市轻工业局的10副科长，县招工办李主任是他老战友。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胡说八道，有证据吗？证据，我会亲自去县里，把你的龌龊手段全部翻出来，晾在太阳底下。李主任，这位同志非要硬闯。你是什么人？懂不懂规矩？我叫陆明征，原市农机站下放知青，现暂派北山林场。李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北山林场的回城名单为什么在最后关头被篡改了？什么篡改？说话要负责任，那叫综合考量。祝小敏同志是基层骨干，理应留下带头示范。综合考量，这是石美君在林场这1年的工分记录和表现评定。旷工、磨洋工、挑拨群众关系，这样的人，你把他塞进国营大厂，不仅是违反组织纪律，更是徇私舞弊。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来教训我？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李主任，你和市轻工业局10副科长的通话记录，还有你们在国营饭店碰头的票据，需要我直接递交到县纪委的桌子上吗？你到底想怎么样？老李啊，老李，你想干什么？拆我的台吗？县长，你听我解释，这都是……解释的话留给纪委说去吧，马上把红头文件给我撤回来，重新下发，是谁的指标就是谁的。哎呀，回城的东西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带哪些好。那个红双喜的脸盆我就不要了，留给你们用吧。谢谢美君姐，等你回城当了工人，可别忘了我们啊。那是当然，咱们可不像某些人，本事再大，还不是得一辈子窝在这穷山沟里闻鸡粪。小敏，小敏，县里来电话了，县长亲自打电话来，现在正式撤销石美君的回城资格，指标物归原主，属于祝小敏。好，老天有眼！不可能，文件怎么能朝令夕改？你们骗我！县纪委的同志已经在路上了，你二叔因滥用职权干涉招工，已被停职调查。警告过你，不要拿我当垫脚石。我
完了，全完了！不仅回城指标没了，你思想败坏，弄虚作假，立刻调你到最苦的伐木连去。你这一趟把县里闹得天翻地覆。总站通知我结束下放，明天回去复职。总站和棉纺厂就隔了2条街。祝小敏，我陪你打赢了生存的仗，回了城，让我继续陪你打接下来的仗好吗？好啊，陆同志，请多指教。小敏啊，这永远是你的家，常回来看看。小敏，咱们以后在城里又能天天见面了。小敏，上车，我们要出发了。我绝不会给北山林场丢脸的。小敏，咱们真成工人了，这厂子真大。让让，别挡门口。白调度，这就让。同志，我们县里正式批准调入，按规定报到，麻烦登记。哼，拿着鸡毛当令箭，到了2车间有你们受的。新来的2车间是厂里的产量标兵，不养闲人。白雪分配机台，就18号和19号锻炼新兴人的好位置。皮带快断了，豆子不齐。好，我们接18号、19号。不过既然按件计酬，如果今天修好了超出的产量，材料供应你不能砍。哼，大言不惭！你们能让这2台破烂赚出优等纱，我白雪名字倒着写。用汽油洗，肥皂洗不掉。陆同志，看来你在农机总站适应的不错。听说2车间给你分了报废边缘的机器，需要我这个农机站技术员走后门帮忙吗？不用，1台纺纱机而已，在林场拖拉机我都能修。不过下班后帮我找几个新轴承，这后门我乐意走。下班后厂门口等我。那个男人是谁？凭什么和那个土包子走那么近？小敏，这皮带一转就打滑，今天任务完不成了，明天肯定通报批评。别哭，齿轮绞合处积了油泥，皮带扎力不够，你把那边的松香粉拿来。通电，试车。真修好了，这纱的质量绝了，手法利索。祝小敏是吧？这批纱算1等品。刘姨，您真给他定1等品？那机器出的纱能好到哪儿去？白雪，厂里讲究实事求是，祝小敏有把刷子比老李快，你以后别故意刁难人家。哼，我倒要看看他的刷子能硬到什么时候。你要的轴承和齿轮，农机站废件库里淘的，都用煤油洗过了。太及时了，明天把19号机也翻新。上来，带你去吃红烧肉，庆祝你第1天没被压垮。刚才那男的谁？隔壁农机站姓陆，厉害着呢。祝小敏，明天走着瞧。小敏，快看咱们的机器！什么？谁干的缺德事儿？皮带抽脸上要毁容的，会要毁容的。故意破坏生产设备，这是犯罪。今天车间大检查，没产量，咱们肯定被开除。别慌，你去保卫科报案，就说有人蓄意破坏国家财产。报什么案？肯定是你昨天没修好，自己技术不行还想赖别人，赶紧滚出2车间！那这是什么？白雪，你怎么敢？
蓄意破坏生产。放开我！我是厂长的侄女。厂长的侄女又怎样？厂长姓白，护短出名，你动了他侄女儿，后面的路不好走。厂长，现场工人都看着呢。祝小敏态度强硬，说厂里要是包庇，他就去轻工业局举报蓄意破坏生产，这错误太大了。去告诉保卫科，白雪是操作失误，不是蓄意破坏，让他写份检查，调出二车间，去后勤仓库管账。大伯，去仓库那不是发配吗？暂避风头，懂不懂？那个祝小敏既然这么能干，下周市里下达的特种沙线试制任务就交给他，完不成，名正言顺滚出厂子。小敏，厂里下了死命令，让你牵头，1周内试制出供出口的高脂高密特种沙，断头率控制不到5%以下就算失败。5%？咱们厂最好的老熟练工，断头率也在10%啊！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明眼人都知道，是白厂长在给侄女出气。小敏，你要接不下来，我替你去求情。不用求情，这个任务我接了。小敏，你疯了？诗文，靠求情换来的安稳，随时会被人收走。把别人做不到的技术握在手里，厂长也得看我的脸色。要降低断头率，关键在皮滚压力和铅扇区齿轮咬合。咱们老机器精度不够，必须加装一个微调阻尼器。如果18号机前楼爬轴承改装成带阻尼的，稳定性提升1倍，你能做出来吗？3天，我去车床车间，亲自给你车出来。陆明征，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之间永远不说谢。你的账就是我的账。半小时了，一根断头都没有。小敏，这质量完全达到出口标准了，你真做到了！产量还提升了10%。刘主任，麻烦请白厂长来验收吧。厂长，成了！祝小敏改装的那几台机器，哎，您看，攻克了高脂高密沙难题，成本还压得极低。市轻工业局领导大为赞赏，说要追加10万块订单。他真让他做成了？大伯，他立这么大功，我在厂里还怎么待？您可不能提拔他。闭嘴！10万块订单，关系到全厂年终奖金和我的位置。他现在就是财神爷，你敢动他试试？通知人事科，破格提拔祝小敏为2车间技术副主任，把他给我牢牢绑在厂里。今天这顿我请，我被提拔为技术副主任了。你那几个阻尼器居功至伟。祝副主任升官发财，我这个幕后功臣是不是也该转正了？转什么正？小敏，我们一路共患难，同进退。我不想只做你的战友，我想名正言顺地站在你身前，做我对象，好吗？那以后我自行车坏了，陆技术员可得管修1辈子。修，我管修1辈子。小敏，你是厂里最年轻的副主任了，技术全归你管，看谁还敢给脸色看。先别高兴，麻烦来了。怎么了？咱们车间接了10万外贸特种纱订单，今天去领1级棉，白雪飞说受潮了，只给发2级棉。他这是公报私仇，
2级棉怎纺特种纱，断头率肯定又上去。他把订单当儿戏，我去会会他。哟，祝副主任亲自来领料了。白调度，申请1级棉为什么批2级？1级棉昨天漏雨受潮了，正在晾晒，只有2级棉，爱要不要？误了生产可是你的责任。受潮了，行。管管员，把仓库温湿度记录拿来，带我去看受潮的棉花。记事本是机密，你凭什么看？凭我是负责10万外贸订单的技术副主任。如果原料问题导致延期，造成外汇损失，你一个小调度担得起吗？带路。湿度正常，根本没有受潮。白雪，你压着1级棉不发，想逼我用2级棉出次品，好把我从副主任位子拉下来吧？你胡说！白厂长，柜场原料调度有很大问题。如果农机站改装的机器因劣质棉花受损，这笔账算谁的？白雪，胡闹！马上发1级棉！如果农机站改装的机器因劣质棉花受损，写1万字检讨，奖金全扣！大伯，还不快去办！仓库的事解决了，这下你可以安心抓生产了。只要不捣乱，10万的订单提前1周就能交货。晚上想吃什么？我借了宿舍的炉子，给你做红烧茄子。只要是你做的，什么都好。凭什么？祝小敏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凭什么能当上副主任，还能找到这么优秀的男人？陆明征不仅长得好，还是市里的正式干部。不行，我不能让他这么得意。白同志，走路小心点。陆技术员，谢谢你。其实我一直挺仰慕你的才华的。小敏她脾气那么硬，根本不懂得体贴人。你和她在一起不觉得累吗？白雪，我警告你，再让我听到你诋毁小敏半句，我保证你在市里任何一个国营单位都待不下去。收起那套恶心的把戏。哎，你们听说了吗？咱们厂那个朱副主任，听说在农机站的时候作风就有问题。真的假的？他不是跟农机站的陆技术员处对象吗？处对象？我可是亲眼看见他为了拿到阻尼器的零件，半夜去农机站找陆明征，谁知道是在修机器，还是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一个乡下知青，要不是靠出卖色色，怎么可能那么快就升副主任？天哪，这也太不要脸了吧！难怪机器修得那么快，原来是有外援啊！这事儿要是传到厂领导耳朵里，作风问题够他喝一壶的。小敏，气死我了！他们居然造谣说你靠那种手段才当上副主任的。这肯定是白雪传出去的，咱们去找厂委告他诽谤。找厂委？没证据。白雪只要咬4是听别人说的，厂委也拿他没办法，反而会把事情闹得更大。那难道就任由他们这么泼脏水吗？姑娘家的名声多重要啊！泼脏水？他白雪既然敢玩舆论战，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下午不是有全厂技术培训大会吗？那是个好舞台。同志们，在开始技术培训之前，我想先回应一下这2天厂里的一个传闻。有人说我祝小美能修好18号机，是靠不正当手段从农机站换来的零件。今天我把农机站的联合技术攻关协议带来了。我是市农机总站技术员陆明征。关于柜厂2车间的设备改造，是我们2家单位正常的公对公技术合作，所有零件均有入库单和审批条。朱副主任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连续熬了3个通宵画图纸。对于这种为国家生产呕心沥血的同志，却被别有用心的人造黄谣泼脏水，我作为合作方，甚至作为他的未婚夫，绝
果再有任何诋毁祝小敏同志名誉的言论，我将代表农机总站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我祝小敏能站在这里，靠的是能仿出1000分之5断头率的特种杀，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以后谁在车间里不好好干活，专门嚼舌根子，我不管他有谁撑腰，一律扣罚当月奖金，严重者直接开除。厂长，出大事了！外贸局说咱们的特种杀拉力不够，外商要求全部退货，还要索赔2倍违约金。朱小敏，这批货是你全程把关的，出了这么大的质量事故，你必须负全责！不可能，出厂前最后一次抽检是我亲自做的，指标完全达标，这绝对不是纺纱技术的问题。事实摆在眼前，你还辩解？违约金一旦赔付，厂子将陷入严重危机。你立刻主动离职，承担全部责任。给我3天，查不出，我辞职承担一切后果。但若查出来有人搞鬼，白厂长，希望您不要包庇。祝副主任，退回来的纱线里掺杂了20%的劣质短绒棉，根本承受不住张力。短绒棉，我们申领的明明全是1级长绒棉。问题出在原料。唯一可能被调包的环节，就是青花车间打成棉卷的时候。走，去青花车间。白同志，1级棉在黑市可是抢手货，咱们赚翻了。赶紧运，反正出了事有祝小敏顶锅，我看他这次怎么死。别动，我去叫人。保卫科长，都不许动！白雪，盗窃物资，以次充好破坏外贸生产，这2项罪名加起来，够你在大西北啃半辈子窝窝头了。祝副主任，我错了，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想弄点钱，顺便给你找点麻烦，求求你放过我。我大伯是厂长，你想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带走。白厂长，你纵容亲属在厂里胡作非为，险些造成重大外贸事故，局里决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留党察看。我接受组织处理。祝小敏同志不仅技术过硬，更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经上级研究决定，任命祝小敏同志为棉纺厂第1副厂长，全面主抓生产和技术改造。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紧张吗？我堂堂副厂长，见个家长有什么好紧张的？哎呀，这就是小敏吧？明征信里天天夸你，说你在林场是把好手，现在在厂里也是女中豪杰。快进屋。不卑不亢，眼神清正，是个干大事的好苗子。明征能找到你，是他的福气。从守林人小屋的绝境求生，到如今的副厂长，这条路我走通了，未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在等着我。厂里最近风气不好，有人弄了几个外贸单，生产任务都不当回事了。2车间特种纱订单排满，停了外贸局交不了差。放肆！10万匹的确粮是技术任务，外贸往后退。的确粮滞销，仓库堆成山，再扩产，资金链就断了。你一个知青懂什么计划经济？我是来纠偏的。明天所有车间转产的确粮，违抗者停职。外行指导内行，这是要把厂子往死路上逼。等久了吧？刚烤好的，暖暖手。新来的厂长给你气受了。他想立威，停了外贸线逼产滞销品，只能让他撞南墙。南方在搞市场经济试点，厂里若资金链断，你怎么破局？去南方找销路，只要有合同他就翻不起浪。我需要你帮我个忙，只要你开口，农机总站的吉普车我都给你开出来。帮我查查郑厂长底细，他急着产的确粮，背后肯定有问题。厂长，各车间已转产的确粮，祝小敏没敢违抗。李处长那边联系好了吗？都打点好了，李处长统一收购，回扣1分不少您。做得干净点儿，
等厂里出问题，把责任推给祝小敏。小敏，你快看看，工人快闹起来了，仓满了，机器还在转，上月工资也没发。物资局不是答应收购吗？怎么没来拉货？百货大楼不要，郑厂长躲在办公室说在想办法。他是想找替罪羊。走，去办公大楼。发工资，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吃饭，孩子等着交学费。吵什么？生产归祝副厂长管，要钱找他。祝副厂长，生产是我抓，但庭外贸产正销品是您拍板的。会议记录白纸黑字，想甩锅没门儿。这是你上一任时和李处长私下交易的账单，再泼脏水，我就递交市纪委。你到底想怎么样？第一，打开基金，今天发工资稳住人心。第二，这批库存我带人去南方销。好，但卖不出去，1个月内拿不回资金，我主动辞职，不拖累厂里。小敏，一上午了，连个问价的人都没有。我们找的不是小商贩，是大服装厂的代工厂。北方来的厂子吧，这料子硬邦邦的，不透气。这位老板眼光高，做时装的确太不行，但工装呢？你怎么知道我有工装订单？我们做过市场调研，加上这一层防水涂层处理。有点意思。靓女，这不怎么卖，价格合适，我包圆。嘿，他们厂连发工资都难，交不出货，违约金可不少。这技术我们一看就会，报价永远比他们低1毛钱。价格战你能压，但技术壁垒不是看就能抄来的。壁垒？就你们那几台老破机器，能有什么壁垒？哈哈哈，钱老板，喝早茶去，不理这些穷酸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北方大厂独家设计抗皱耐磨功能性面料，免费提供成衣打版图纸。哎呀，这版型，这走线，比香港图纸还正点。订购我们的面料，这套工装图纸免费送，省去打版费。钱老板，别被他忽悠，图纸我们也有裁缝，布料再降，布料再降2毛。你真以为你能抄得出来吗？大家看好了。这是阻燃纤维防火面料，重工业保命的衣服，你抄一个试试。绝了，这才是好东西！10万匹全包，再加订5万特种纱，现在签。你狠，咱们走着瞧。合同签了，10万匹清空，特种纱定金已汇到厂里公户。别高兴太早，郑厂长没发工资，以还债名义把巨款转私人账户了。什么？他这是在卷款潜逃？他知道你回厂后地位不保，我在查账户，押车小心，他可能半路动手脚。既然你找死，那我就送你一程。小敏，咱们回去，工人们肯定把你当活菩萨。待会儿若有变故，你立刻躲到棉包后，别出声。出什么事儿了？就是这节车厢，老板说货全烧，人灭口，灭口！找死！
在火车上。我算准郑厂长会动手，带公安提前扒上火车了。小敏，我来接你回家。你们怎么回来了？很失望吗？完了，全完了！朱副厂长回来了，我们公司有救了！抓得好，以后咱们厂靠朱厂长了。朱厂长，朱厂长，钱追回来了，下午发工资，我带回来的大单，跟着我干，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市局决定免去郑大发等人职务，任命祝小敏同志为代厂长，全面主持工作。感谢市局信任，工资发了，难关度过了，这只是第一步。从明天起，全厂实行计价工资制和质量追责制。祝厂长，这是砸工人阶级铁饭碗，搞这种剥削手段，我不服！铁饭碗是给干活的人端着的。老赵，上个月报表我看过，带头打牌次品率全场第一。保卫科把老赵请出去，老资历不是你浪费国家资源的护身符。想混日子的，现在就去结账走人。留下来的，下个月工资翻倍。新官上任3把火烧得够旺，不过把老赵开了，当心背地里使绊子。毒瘤不拔，新肉不长，订单催得紧，没空打太极。小敏，厂里麻烦解决了，我们的事儿是不是该提上日程了？什么事儿？农机总站那边已经盖好章了，陆太太，你什么时候给我盖个章？明天上午带上户口本，民政局门口见，迟到1分钟扣你奖金。我就是觉得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看。我们结婚了，证都领了，以后家里碗归谁洗？家里的活儿我全包了，你就负责貌美如花。两位靠近点儿，新郎笑一笑，别板着脸。对，就这样。小敏，二房厂王厂长带物资局李处长来了，非要查咱们仓库。他来干什么？听说你们接了大单子，有人举报你们用劣质漂白粉，违反规定。祝同志，市局重视安全生产，若举报属实，不仅停产，你这厂长也坐不稳了。那就去验，查不出问题，必须公开道歉。李处长，您看，这就是劣质漂白剂。祝小敏，你还有什么话说？陆总工，给大家解释下这是什么？这是阻拦涂层剂原材料，是联合研发的新技术，你们管这叫漂白粉。老王，你胡闹，浪费市局时间。栽赃也得有文化，带着你的人走，明天我等你道歉信。何先生，歡迎。我哋二房廠就係市嚟最大，設備最好。钱老板，这位是霍先生，这是一厂祝厂长，研发出阻燃特种纱的那位。Welcome to our city, Mr. Ho. We look forward to our cooperation. 祝小姐好气魄，内地少见你这样懂外语、有冲劲儿的年轻厂长。我们直接去一厂看看。管理规范，效率高。我想在这儿投资一条合资生产线，做高端面料出口欧洲，能接吗？我们工人吃苦耐劳，技术团队能改装设备，资金设备到位，绝不掉链子。霍先生别被骗了，一厂设备是10年前淘汰货，朱厂长不懂得国际质量体系。王厂长，既然懂国际标准，那欧洲纺织品断头率
沙线碾度快插标准是多少？这不就是那些老规矩吗？这是按欧洲 ISO 标准制定的质量控制手册，内控标准比欧洲还高0.5%。太专业了，这分明是内地纺织业先锋。做生意靠实力，不是捅刀子。保安，将刚才那个捣乱的人赶出去。祝厂长，300万美金合资意向书，下午就签。合作愉快。今年是轻工业最大亮点。好的厂是伊棉厂，祝小敏同志拉来了港商的300万美金投资，还创下了全市首个出口创汇超100万的记录。局长，万一出错谁担责？祝小敏步子迈太大了。老王，思想太僵化，中央号召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你二房厂利润降了30%，还好意思指手画脚？小敏，市里决定把二房厂一半闲置厂房和工人划拨给你们，做股份制改造试点，放手去干，保证完成任务，绝不辜负市级期望。凭什么他当大厂长，我却要搬砖？让他把砖捡起来码好，按件计酬。干不完今天的活不给饭票。一厂不养闲人和废人。祝大厂长在外叱咤风云，回家得乖乖泡脚。新厂房下个月投产，从林场到市里，咱们总算站稳脚跟了。是你的翅膀长硬了，不过别怕，你飞得再高，我这根线始终拉着你。那就拉紧点儿，一辈子别松手。小敏，大门被焊死了，这可是市局批复的歼灭文件，他们怎么敢抗命？王厂长想掏空资产，怕我们查账，煽动工人当挡箭牌。祝小敏，你们搞剥削，别想祸害我们！今天谁敢进门，我们就跟谁拼！我去叫保卫科强行破门，不能硬来，伤了工人正中他下怀。拿扩音器来。二房厂的同志们，你们说我砸饭碗，可你们的铁饭碗里还有饭吗？你们已经3个月没发基本工资了，这就是你们要保卫的。市局让一厂兼并，是因为我们有外贸订单，能让工资翻倍。今天开门，愿意跟着干的，拖欠的3个月工资，下午全额补发。明天起，按件计酬，上不封顶。真能补发工资？别听他的，糖衣炮弹，想把你们变成奴隶。王厂长，你拿工人当枪使，自己干净吗？这是你私设小金库、倒卖机器零件的证据。你怕我们接收，是因为库房早被你搬空了吧？姓王的，你敢盗卖财产，吸我们的血！砸开大门，一厂监管。停电了。大家别动，防止伤人。施文查跳闸。不是跳闸，变压器被人砸了，备用线也剪了。王厂长残党干的，明早交货，停电就违约。后院柴油发电机能用。给我2小时，只要我不死，机器今晚绝不停。小心触电。接
接头了！陆总工，你又救了我的命。我只是护住了老婆的江山。朱厂长，你们的生产能力我认可，但这花型，香港重金打版的新花型，为什么黑市上出现了仿冒品？一模一样，连暗纹的走向都分毫不差。商业机密泄露，极其严重的事故。如果有内鬼，300万美金2期投资，无限期搁置。查过了，只有小李接触过核心图纸，他最近在外面欠了赌债。小李胆子不小啊，港商设计图都敢卖，卖给谁了？我错了，是南方口音的聂老板，他给1万块让我偷图纸，要搞垮一场。长什么样？高高瘦瘦，右边眉毛有疤。眉毛有疤，南方口音。聂一飞。当年劳改农场攀上关系被保释，换了张皮又来找死。他以为偷图纸就能赢我。霍先生的新款设计图马上就到，既然他喜欢抄，就让他尝尝后果。把这张图交给聂一飞。这是真的图纸吗？图纸是真的，但我们在纱线经纬密度的标注上做了致命的改动，织出来的布只要一下水，就会严重缩水变形，全是一堆废布。给我日夜生产！我要抢光试衣场的份额，让祝小敏跪着求我！聂总，这可是全部身家。怕什么？老子就是未来的纺织大王！全都是残次品！不可能！聂一飞，抄袭到倾家荡产的滋味，好受吗？祝小敏，你阴我！对付臭虫，还讲什么道义？小敏，聂一飞的黑厂被查封了，还背上天价债务，等着坐牢吧！罪有应得。霍先生那边的2期资金什么时候到？新设备还在港口等结汇。资金卡壳了，霍先生所在集团内部权斗，内陆投资代表换了。换人了？是个女人，手段狠辣，攀上了大股东。今天下午就来厂里视察。祝厂长别来无恙，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再见。石美君，你不是在伐木连劳改吗？多亏你当年栽培，我在伐木连认识了港商，现在我是长丰集团首席投资代表，你们的2期资金在我手里。想要300万美金，可以交出一厂51%控股权，你立刻辞掉厂长，我来接管。控股权是底线，绝不让步。底线！你们资金链紧绷，设备要付缉纳金，下个月工人工资都发不出。今天我要你跪着求我！这300万是公款，不是你报私仇的筹码。搅黄投资，你背后的大股东还能不能容下你？求我谈合作就得有诚意，把这杯干了，我就考虑不撤你职务。石代表，小敏不胜酒力，这是不是换成茶水？张局长，你们市里是不想要这笔外资了？我陆明征的妻子不用给任何人陪酒。
你棒的大股东都因为涉嫌商业诈骗被廉政公署带走了，你这代表身份就是空壳。现在，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不可能，不可能！他说带我去英国的。你这般急于逼我移交管理权，是想借着总部疏于监管，私下处置厂里资源，借机抽身吧？好你个石美君，竟敢骗我！保安，扣下他，立案！朱小敏，为什么我总输给你？我明明爬那么高了。因为你爬梯子的材料全是烂泥，经不起半点风雨。走，回家。石美军虽然倒台了，但那300万美金的缺口怎么办？咱们从德国订购的10台最新型喷气织机，下周就要付尾款了。如果不付，几十万定金就全打了水漂啊！市里几家银行的额度我都跑遍了，全被卡死了。现在国内都在缩紧银根。别急，我昨晚联系了农机总站的老领导，国家科委最近设立了一个技术创新专项基金，只要咱们能拿出领先全国的新技术专利，就能申请到一笔大额无息贷款。新技术，明征，目前市面上所有纯棉面料最大的痛点是什么？是易皱，洗完必须熨烫。如果我们能研发出一种下水不皱，甚至免烫的纯棉面料，纳米机免烫抗皱，如果能做出来，不仅能拿到专项基金，还能彻底垄断未来的高端衬衫市场。这真的是好消息啊！理论上可以通过液氨处理技术，在微观层面改变棉纤维的分子结构，但液氨处理非常危险，而且国内目前的设备精度根本达不到控制反应时间的标准，哪怕多停留0.1秒，整匹布就会被烧穿。设备精度不到，你就亲手去车间里改，我信你。我现在就去连夜写申报材料，技术公关全靠你了。陆总工，朱厂长，成了，真的成了！抗皱率达到95%，小敏，我们做到了。打包，带着这块布，我们明天就去首都。各位专家，我们厂研发的混纺工艺是目前国内最成熟的，做到上消费。还是老一套，没有核心突破。下一位市第一棉纺厂。各位专家，这是我们一厂独创的液氨免烫纯棉技术。纯棉的透气舒适，加上了化纤的抗皱挺破。这是世界级的纺织技术突破，朱厂长，这项技术的专利是你们独立完成的？是的，完全由我们厂独立研发。专项基金当场批下来了，500万无息贷款，不仅够付德国机器的尾款，还能直接新建2条免烫面料的生产线。朱厂长，你现在可是国内纺织界的传奇人物了。没有你这个大工程师没日没夜的公关，我拿什么去吹牛？走，大厂长，请你吃北京烤鸭。小敏，好消息！免烫面料的正式发布会还没开，国内几大服装品牌的订货单已经把咱们明年的产能全都排满了。朱厂长，当初一厂兼并的时候，大家心里还不服气，现在看您是真的带我们这帮老骨头走上了一条金光大路啊！这只是开始，我要让一厂不仅做面料供应商，还要成立我们自己的高端成衣品牌。我要让咱们一厂的名字挂在全国每一个百货大楼的专柜上。小敏同志，你们这500万的无息贷款，市里可是担了风险的。我听汇报说，你不仅要买机器，还要拿出一部分钱自己做成衣品牌，安安分分卖面料赚外坏不就行了？副局长，您看，这件贴了洋牌子的衬衫，百货大楼里卖100块，而我们提供同样的面料，利润只有10块钱，大头全让别人赚走了，凭什么？经验是打出来的。我决定创立我们一厂的自主品牌，就叫北山。只要我们在全国打响名气，一厂就能真正掌握定价权。
现在市面上全是沿海的合资大牌，你们的衣服做出来，没人知道卖给谁。既然没人知道，我们就自己抓住机会。我要在市中心广场办一场让人眼前一亮的露天时装秀。小敏，市歌舞团的专业模特今天早上突然集体变卦，我打听了，是凯伦服装的陈总花3倍价钱把人全牵走了，想让咱们连个登台展示的机会都没有。看来我们还没出手，别人就已经急得跳脚了。可明天场地就搭好了，没有模特，咱们总不能把衣服挂在木头架子上展出吧？谁说我们需要专业模特了？最能穿出这些衣服灵魂的人就在我们厂里。姐妹们，这些衣服是大家一针一线裁出来的。明天我不需要那些娇滴滴的歌舞团演员，我要你们穿上它，走上舞台。不行不行，厂长，我们哪会走猫步啊？在大庭广众之下扭来扭去，太丢人了。不需要搔首弄姿，只要你们挺直腰板，走出咱们纺织女工的精气神，走出你们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底气。小敏说的对，咱们自己做的衣服凭什么不敢穿？我第一个报名，我也去，让全城的人看看咱们一厂的女工不比任何人差。连个正经模特都请不到，我看他祝小敏今天怎么收场。哼！姑娘们，抬头挺胸上！免烫技术是真的，这牌子绝对要爆！一群泥腿子，居然敢抢我的风头！去，马上通知市里所有的百货大楼，谁敢上北山的货，以后就别想拿到我凯伦的一件衣服。小敏，出事了！刚才市里5家百货大楼的经理统一打电话，取消了咱们的专柜入驻。是陈总，他用凯伦的独家代理权做要挟，对我们下达了全省封杀令。成衣车间每天都在疯狂出货，要是没有渠道，这批衣服全得烂在仓库里。咱们可是背着500万的贷款啊！既然传统的渠道被卡死了，那我们就自己建渠道。陈总以为垄断了百货大楼就能毒死我，做梦！看来祝厂长又有惊世骇俗的点子了。我要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中山路开一家全国绝无仅有的北山品牌直营专卖店，不走百货大楼的账，我们自己卖。开专卖店异想天开，老百姓习惯去百货大楼，谁会单独进一家只卖一个牌子的店？这店能撑过1个月，我名字倒着写。祝小敏这是砸钱听响。各位街坊，北山服饰全国首家直营店今天开业，进店前300名免费送纯棉免烫丝巾，开业前3天全场8折。小敏，库房快空了，马上安排调车，让车间全力投入生产。这女人到底是人是鬼？居然生生劈出一条新路来！李厂长，不管你用什么借口，明天一早，我要1厂的叶安供应彻底断掉。陈总，我们签了常年供应合同，单方面断供，违约金可不菲。违约金我双倍付。掐断叶安没有免烫技术，他们的衣服就是废布。我要让他的专卖店变成坟墓。放心，明天化工厂就挂牌设备大修，无限期停止对1厂的实际供应。朱厂长、陆总工，化工厂断供叶安，说检修半个月。专卖店销量翻倍，停产就是砸招牌，恶意违约。检修不会不通知。今早我见化工厂还冒烟，肯定有人暗中指使。渠道封杀没用，他开始在供应链上釜底抽薪了。别急，叶安不是唯一途径，给我2天时间。陆总工，配比还是不行，布料硬得像纸板。调催化剂酸度，加微量龟龙，要超越原配方。明蒸，擦把脸喝口汤。实在不行，我去邻省调货。水汽、湿度，小敏，你提醒我了。用潮焦联工艺，微湿状态反应，不用叶安，还能除甲醛。哈哈哈哈哈！
祝厂长，听说流水线瘫痪3天了，把北山转让给凯伦，我出100万，马上同叶安。陈总，你格局太小了。开仓，陈总，让你失望了。我们研发出潮交联工艺，淘汰叶安，成本降2成。李厂长，我们已起诉你违约。陈总，你的底牌没了，该我了。陈总，百货大楼倒戈，咱们面料甲醛超标的报告被曝光，专柜被撤1半。祝小敏要绝我的路，找几个人去他新店捣乱，让北山变成催命符。黑心商家穿着衣服，浑身烂疮，退钱赔命，砸了这店。大家看，北山正品有荧光防伪线，这是仿冒品，劣质染料泡的。我们端了造假窝店，陈总指使你们陷害，带走。北山服饰立足自主研发，绝不向黑手低头。今天，我们不仅要清洗市场的毒瘤，祝小敏更要向全社会证明，真正的品质百炼成金。同志们，半年我们打赢品牌战，利润破1000万。今日一场推行股份制改革，全员持股，年底分红。认购要掏血汗钱，万一销路崩盘，大家本钱全打水漂。我绝不认购，还要退股。小敏，老王四处煽动，工人撤回认购，资金凑不齐就要进庭改制了。他是被南方资本收买，想借内部混乱，恶意做空1场原始股。内鬼勾结外资。诗文，把盈利报表贴去公告栏。明征，去银行提现。这是北山上半年红利，今日凡认购股份，当场发放首笔分红。我的天，这分红比我1年工资还多！我要认购，我留一股，别挤我！老王，蓄意破坏国企改制，勾结外部资本，即刻开除，滚出1场。祝厂长，美国麦克斯集团亚太区总裁助理凯文带着人硬闯进来了。排名前3的跨国零售巨头，他们刚宣布进军中国市场。请进来，看看这跨国巨头怎么跟我们打交道。祝厂长，开门见山，麦克斯出价500万，打包收购北山的专利。500万买1场的命脉，您在侮辱企业家的智商。不卖，我们用价格战打压，你们撑不过3个月。你们欧美的免烫技术甲醛超标，收购是假，窃取我们的潮交联环保专利才是真。敬酒不吃罚酒，我保证你们明天起连1根棉纱都买不到。厂长，全省3家最大棉花供应商全毁约，麦克斯付双倍违约金买断了，仓库棉花只够撑3天。焦土战术，他们要让我们在全国博览会上交不出货，彻底失信。省内买断了，我们就去北疆，全国最大的棉花基地，立刻订今晚的火车票。我就不信跨国资本能砸断国家纺织业的黄金供应链。这里气候恶劣，第3农场还在几百公里外的沙漠边缘。再
再远也要去。拿下长荣棉职工，麦克斯的封锁就是个笑话。祝厂长、陆总工、凯文老板问好，回程票买好了，去农场的路今天不通。凯文的手伸的长，连新疆混混都能买通。小敏退后。告诉凯文，这种下三滥拦不住我们，再敢跟着，废的就不只是腿。滚！采棉机坏了，马上降温，棉花全得烂体里。传动轴承断了，没配件，调货得半个月。刘厂长，我们来谈长屋棉收购。棉花都收不下来，谈什么收购？厂长，有高康钢和车床，2小时内我给你车个精度更高的轴承。他是总工程师陆明征，只要他点头，世上就没有转不起来的机器。点火试车。真修好了，陆总工，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啊！我要签10年独家直供，高于市场价10%，每年无偿帮农场升级设备。10年独家，你们图什么？图一个不被卡脖子的未来。外资正疯狂垄断原料，想浇杀民族品牌。好，当年保边疆，现在保国家牌子，算我老刘一份，签。去北疆捡点次品棉花，也敢来丢人现眼？我们用的是特级长绒棉，降价30%，用资本压死你们！商场如战场，你太小看我了。好戏开始。各位全国的经销商朋友，外资品牌确实便宜，但他们的版型和面料是针对干冷气候设计的，穿在咱们身上，夏天闷热难耐。今天北山正式推出专为国人研发的呼吸生态棉，特级长绒棉加上独家免烫专利，透气率是进口面料的3倍。大家别信，这种技术根本做不出来，这是商业欺诈。麦克斯今天全场降价30%。差远了，麦克斯的衣服洗2次就变形，降价也是砸招牌。朱厂长，北山新款我订1万套，我要3万套，拿下省代。领导，我要实名举报一厂窃取麦克斯的核心免烫专利，这是可耻的侵权，必须查封北山。朱同志，这关系到国际商业信誉，你作何解释？贼喊捉贼的把戏玩够了吗？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在窃取谁的专利。这是半年前获批的发明专利。这是海关查扣的麦克斯面料寄验章，甲醛严重超标。胆大包天，拿有毒仿冒品冲击市场，还敢倒打一耙！凯文先生，你们傲慢的时代结束了。我已提交起诉书，准备迎接天价索赔吧。通报工商总局，全面查封抽检。这种恶劣外商，我们不欢迎。干得漂亮，保住了民族品牌尊严。数位改制标杆，下拨1000万扶持基金。
敏啊！县里把你凭劳模的大红贴到咱们林场的村口了。这10年，从林场的大破屋，到今天的大集团，我们跨过的每一道坎，都是拿命拼出来的。今天我兑现承诺，凡是认购原始股的职工，今年分红每人1万元。哈哈，明正，你小子真行！当年在林场一声不吭，结果把咱们最厉害的女将军给娶回家了。我陆明征发誓，这一生一世，无论山海浮沉，无论岁月更迭，我都会站在你身前挡风雨，站在你身后做护盾，生死不离。我祝小敏发誓，我不再做命运的囚徒，你给我一世安稳，我还你一个海阔天空的盛世。70年代的北山林场，那场风雪和算计，曾是我悲剧的坟墓。但在那一刻起，我就发誓，绝不将命运交托给任何人的怜悯。从反制渣男、破局求生，到带领知青种地养鸡，从乡镇的小小副业，再到名扬天下的北山集团，我劈开了荆棘，踩碎了油盐，在这个激荡变革的伟大时代里，和最爱的人一起，亲手写下了一个大写的赢字。